哪吒2杀疯了，但是有很多人还是低估了他的影响力。有些人可能不太理解，明明哪吒就一部电影，就算突破了100亿又能怎么样？真的值得这么多人去追捧吗？事实上还真的有。哪吒真正让人敬佩的，恰恰不是他的成绩，而是他代表了我们普通人对商业电影的抱负，是哪吒正在改变中国乃至欧美对于电影的刻板印象。首先，他的成绩放在全世界都是里程碑式。全世界动画电影票房冠军的是《头脑特工队2》，它的票房是16.9亿美元，折合人民币大概120亿元左右。但是他整整用了2个多月才达到了这个成绩，而哪吒2呢，仅仅用了16天时间就取得了这个成绩，而且口碑和热度还在不断上升，在洛杉矶、悉尼等欧美国家也被抢购一空，其影响力可想而知。预计几天内就能超越《头脑特工队2》，成为全球动画电影票房冠军，并且进入全球电影票房前10。以往全球动画电影和电影行业都被欧美垄断，前10里基本都是好莱坞制作。一旦哪吒2成功登顶，不仅会打破欧美电影垄断，更会成为全球电影票房里最特殊的一个。它带来的变化将是非常恐怖的，甚至改变全球电影格局。有人说哪吒2是一个被裹挟的资本狂欢，对普通人没有意义。其实恰恰相反，哪吒2可以改变欧美对中国电影乃至文化的刻板印象。以前中国也有电影或者演员进入欧美电影市场，但是都没啥存在感，甚至存在很多刻板印象。在欧美电影里，中国人的形象就是眯眯眼、老好人、反派人设等等形象，还有国外获奖的电影，诸如《霸王别姬》、《秋菊打官司》、《断背山》等等文艺电影。这些电影不是说不好，但是很少能真正代表中国积极向上、正面奋斗的电影。欧美电影行业利用这些，给观众营造了一种刻板印象，好像中国就是落后、无知的形象。这些形象深入欧美大众，很难扭转。中国演员和导演也曾经试图证明中国也能拍出好电影，但基本上都没啥作用。最大的原因就是成绩和文化不行，没有一部成绩过硬的电影，中国电影的文化也很难让欧美人共情。而哪吒的出现有希望改变这个局面。哪吒2里最吸引人的有2点，一个是文化，还有一个是特效。要知道语言文化很难共情，但是特效却是共通的。以前《阿凡达2》席卷全球，登顶票房排行第1的位置，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特效让人眼前一亮。而哪吒的特效同样精致，甚至到了精益求精的地步。龙宫镇压妖族背后的锁链、哪吒的毛发、敖丙的衣服，都有极具复杂且各不相同的特效组成。哪吒2最初选择了国外特效公司来制作其中比较难的部分，但是他们非常敷衍，做出来的效果很差。最终饺子导演决定用中国自己的特效团队来完成这些复杂的特效。哪吒2用了5年时间，不断死磕每一个细节，这才完成了这一奇迹。欧美观众可能无法体会我们的文化，但是特效一眼就能看懂。以前好莱坞特效确实牛，但是这些年越来越敷衍，让很多电影爱好者像吃了粑粑一样难受。哪吒的出现反而让他们眼前一亮，甚至有媒体说，有了中国动画电影，谁还需要好莱坞？还有文化内涵，中国文化一向是含蓄的，很多导演希望用中式美、含蓄美来打动欧美观众，而欧美社会是讲竞争性、讲反抗和自由，这2种有明显冲突的文化能一起共鸣才怪。哪吒却不同，哪吒最核心的也是反抗精神。你有我不由天，是魔是仙，我自己说了才算。我命由我不由天，是魔是仙，我说了算。想想美国那些底层人民听到这些词语，不得共情的一塌糊涂啊！还有申公豹那句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，偏见是一座大山，美国黑人和少数族裔群体哪个不是被偏见压得喘不过气来？因此啊，哪吒2的票房越高，它的影响力和意义就越大。而对于普通人来说也是有好处的，普通人看电影很简单，就一个标准，好看不敷衍。而中国甚至好莱坞的商业电影已经是一个流水线一样的产品，千篇一律，毫无美感，食之无味，弃之也不可惜。哪吒2认真对待观众，不敷衍，不粗制滥造，起码对得起观众的电影票。如果都以哪吒为标准，那么对于中国电影爱好者来说，这不是好事吗？